我被绑在秋千上，供青楼里的其他男子欣赏。底下的男人看到我曼妙的身姿，都垂涎3尺，而永昌侯府世子爷更是花千金买下我的初夜，又连身世可怜为我赎了身。今晚我要他。你身世可怜，我为你赎身，从此再不受此屈辱。这处宅院虽小，却也清幽，往后你便住在此处，下人都已安排妥当。劳烦世子爷费心了，我清楚自己的风尘出身，终究是登不得侯府的朱门大院。这枚金簪配你正好，往后日日戴着。世子赏赐，苏苏愧不敢当。苏苏，待日后时机成熟，我必为你争个名分。世子恩情，苏苏没齿难忘。只是我出身风尘，终究休要妄自菲薄。你竟还学着记账？世子与夫人感情和睦，1月也来不了2、3回。我独自住着，也该学着打理自己的日子。苏姑娘，这是夫人吩咐送来的点心，姑娘好生收着。有劳嬷嬷跑一趟。苏苏，你怎么了？无碍，许是吃坏了东西。莫不是有了身孕？世子爷，苏小姐这是有喜了，已有1个月的身孕。好事好事，你且去领赏钱。谢世子爷。苏苏，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，你且安心养胎。待你生产后，母凭子贵，我便为你去向父亲母亲争一争入府的机缘。世子厚爱，苏苏惶恐。可我却不想入府了，以我微贱至极的出身，入府后也只能在后院角落里蜷缩着养人鼻息。于是我表面装的欢欣喜悦，暗里却去寻觅流产的法子。谁知侯府派来了众多婆子丫鬟，日夜照料。姑娘千万小心，老奴奉命照看，若您动了胎气，老奴可担待不起。夫人，再有法力，孩子马上就出来了。我心知肚明，这孩子在我身边养不长久，于是从未喂过他一口奶，也很少抱他，更没有给他取个乖巧的乳名。我知道，我若不顾一切的爱他，只会把他拉入万丈深渊。我的孩子，别动！放开我！我是个肮脏下贱的妓女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没有资格抚育永昌侯府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，即便是我生的。满月后，老夫人就几次派人意图抱走孩子，那时都因为世子怜惜我生产艰难，元气大伤而强行挡了。可今天府里有喜，七叔中了员外郎，婆母就突然想起了大姑娘，不巧圣上有要事，突然召世子爷进宫去了，这才没能顾上。苏苏姑娘，莫要哭了，你这身子骨还没好利索。今天侯府家宴，老夫人要看看孩子。许夫人，这一去，孩子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对吧？你身份特殊，留在你身边，终究会误了孩子的前程。我知道你委屈，但孩子长在侯府，有正经名分，受最好的教养，总比跟着你受苦强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夫人告知。委屈你了，母亲已经做主，将女儿记在金娘名下，起名元颖，乳名圆圆。等风头过了，我让金娘把孩子抱出来给你看。多谢侯爷，只要圆圆安好，我便放心了。我怀胎10月，九死一生，血脉相连的孩子就这么轻轻松松成了别人的骨肉，
等圆圆懂身后，侯府必不会再让我们母女见面。怨谁呢？只怨命，怨我孤苦无依，沦落风尘的薄命。圆圆得老夫人青眼，是她的造化。只要世子对圆圆好，妾感激涕零。苏苏，你要如何排解伤痛，尽管提，我一定做到。那就请世子为妾请一个师傅，绣艺也罢，厨艺也罢，长日漫漫，妾想学些手艺打发时日，缓一缓这思女之痛。王嬷嬷本是宫里舒太平小厨房的掌事，太平兵故后被遣散，我便寻了来。老奴无亲无故，蒙世子不弃，愿在此安身。往后刘姑娘便跟老奴学做菜吧。切菜稳，下刀匀，力道得拿捏准，过日子和做菜一个道理。3年了，我的圆圆，你在哪里？母亲好想你。姑娘，许夫人派人送来的，是圆圆的周岁物件。金娘总记着我，送来一些圆圆的物件，就像见到圆圆一般。2盒心意赠与金娘，也遥寄圆圆。苏苏姑娘这手艺是越发好了，这豆糕看着好似一块翡翠。还要多谢嬷嬷这3年来的指点，这份手艺我记在心里。走吧，我们把这些糕点送到松梅庵去。你是圆圆，莫乱跑！娘，这女人撞我，好痛！圆圆，不得无礼。妾身见过世子夫人。圆圆，这位姨姨姓刘，是娘的友人，过来问个安。姨姨安好。好，真是个乖孩子。娘，姨姨的酥糖真好吃。馋丫头，金娘，你带着元玉和外人纠缠什么？进屋去。刘姑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妾并非有意撞见老夫人和夫人一行，实属巧合。你既归于兰祠多年，当谨守本分。你身份低贱，不可污了侯府血脉。若有痴心妄想，当诛。小惩大戒，好自为之吧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快起来！听说你今天冲撞了母亲，苏苏万万不敢。事已至此，无需多言了。如若没有今天的事，你住一辈子母亲都不会过问。但你见了圆圆，给了她吃食，就是隐患，难保你存了再见孩子的心思，打扰圆圆的生活。有你不能待了。母亲严令，不叫你干明天的太阳。你今夜便走吧。圆圆，姑娘，走吧。嬷嬷，按计划去办。老奴明白，姑娘放心。苏姑娘，这是金娘夫人让老奴送来的。夫人说前路漫漫，这些东西能帮衬姑娘一二。多谢金娘夫人。姑娘，你这脉象是有身孕了。圆圆才3岁，你这身子
怎么会有了？嬷嬷，我也没想到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世子爷，苏姑娘生下小郡主后伤了根本，元气大损，怕是再难有身孕了。知道了，大夫先行退下吧，上前照拂。姑娘，若是强行落胎，以你现在的身子，必然一尸两命，万万不可。我何尝不知？可若生下孩子，老夫人岂会放过我？孩子降生之日，定是我命尽之时。姑娘，事在人为，总有法子的。圆圆她与我的血肉联系早已是断绝，她现在是许京娘和郑兰慈的女儿。嬷嬷，我想再看圆圆一眼，我也瞑目。姑娘，哪怕老夫人打杀了我。几日后，老夫人和世子夫人要去松梅庵布施，届时姑娘可以见到圆圆。姑娘，世子安排的南下官船明日辰时开航，今夜咱们先在驿馆歇息。嬷嬷放心，沿途都安排妥当了，定保二位顺利到江州。有劳二位大哥了。二位大哥一路辛苦，这虾油豆腐是老身拿手的，快尝尝。嬷嬷手艺绝了，家常煎鱼是现捕的河鲜，黄芽菜炒鸡嫩得很，二位多吃多喝，驱驱寒。姑娘，妥当了，两人一时半会儿醒不来。走，趁夜色登船，别被人撞见。我没有按照世子谋划的路线前往江州，而是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。这一回，我要拼尽全力保住我的孩子。站住！姑娘别担心，这是老奴安排的北上的船夫，船即刻便开。劳烦船家莫要声张。姑娘，这一走，便再无回头路了。天下虽大，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侯府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我们究竟何处才是归途？姑娘，如果不怕冷，就去我的家乡吧。我的家乡在宁古塔，虽气候寒冷，但边贸发达。当年作为裴家侍女，才进了永宁皇宫。老奴原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回家乡了，没想到，感谢姑娘成全。嬷嬷，咱们找个小客栈休整2日，再寻陆去宁府台。那边有间干净的客栈，咱们先去落脚。姑娘，放着南下江州的好日子不过，偏走这苦寒路。江州是世子的路，不是我的路。宁古塔虽苦，却是能护着孩子的生路。姑娘，封城休整后一路北行，这孤寒之地可比不得江南，你身子弱，可撑得住？嬷嬷放心，为了腹中孩子，我撑得住。姑娘，前面就是宁古塔了。嬷嬷，我不想死，我定要离开永宁，摆脱侯府的掣肘，护着我的孩子活下去。姑娘，天寒地冻，咱们先进城找个住处歇息吧。我必须好好的活下去。嬷嬷的亲人早已散去，我们便称作母女，去官府立了女户。娘，往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刘苏苏终于有了自己的家。姑娘，你看，这护士和我当年走时一样热闹，啥稀罕物都有。嬷嬷，我想做点生意。这儿盛产土豆，咱们可以做土豆肉饼来卖，
大河边鲜活鱼虾多，还能做点鱼肉丸。我觉得可行，嬷嬷教我的手艺，肯定会让很多客人光顾的。好吃的丸子。再要几串。香，刘家娘子这手艺绝了。姑娘，歇歇吧，快生了，别累着身子。嬷嬷，你看，咱们靠自己的双手也能活得很好。往这边堆，码整齐些，够烧一冬的。姑娘，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这宁古他的冬天长，咱们得稳住了。算日子，孩子也快出生了。姑娘使劲儿，孩子快出来了。姑娘别怕，老奴在呢，再坚持坚持。恭喜恭喜，是个千金！姑娘是个千金，你看她的眉眼多像你。元雪，你叫刘元雪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永远只是我一个人的女儿。元雪，娘一定要让你平安喜乐的长大。嬷嬷，摆摊终究不是长久计，趁着现在手里有余钱，我想把集市口那间店面盘下来。姑娘想得周全，有了正经店面，置办了调料厨具，咱们就能开起饭馆来。老板，这店儿卖啥好吃的？北炖暖锅，还有拿手的土豆肉饼和鱼丸。哎呀，太香了！给我来一份，给我来一份，来一份。老板娘，加菜。宁古塔一年有半年寒冷，我们便做了热腾腾的锅子来卖。客官，您的暖锅来了，慢用。小二，加菜。好嘞，马上来。娘，再加一份卤牛肉。元英，若你我在下半世相遇，愿我能生在富户，长于良家，再来托生成我的孩子吧。客官，您点的鲜肉片，今日早刚宰杀的。太鲜美了，好好吃。姑娘这法子绝了，胡人们最爱吃这甜点心。把后院的冻豆腐和腌菜搬来2筐，钱塘快用完了。哎，甜汤。好吃。姑娘这主意妙，胡人们可太爱这口味了。曾经在京城，我是被人玩赏的昙花，如今我是这烟火人间的主人。老板结账。来了。土豆肉饼1盘，热汤1碗，麦片罐麦汤1碗。姑娘歇口气，别累着。不碍事，多做一份，客人就多一份欢喜。好生看店，待客热情，账目仔细。有宅有田，有人相助，此生安稳。靠着一双手，终于有了真正的家。姑娘受苦了，往后都是好日子。
大家都是靠土地吃饭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刘娘子，您免了俺家的租，还给俺们发粮，您真是活菩萨转世啊！多谢刘娘子免了今年的地租，还给咱们舍了粥米，真是大恩大德呀！都是乡里乡亲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今年收成不易，熬过这段就好了。蔡叔的长势很好，再施些薄肥，长势会更好。小馆那边还等着用。是。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转眼间，我在宁古塔生活已满12年，如今刘家饭庄已是方圆几百里宴请的首选。生活虽不如侯府奢靡，但富足安稳更甚。苏姑娘，在下略备薄礼，望姑娘笑纳。公子心意，苏某心领了，只是不必了。姑娘是嫌礼物微薄？公子多虑了，苏某向来不虚这些，还请公子收回。于男女之情，我是冷漠的，见惯了求欢的丑脸和动情的惨状。娘，这字写的太累人，不如让我去后山打只雪兔回来。刚练半刻钟便偷懒，小心嬷嬷罚你抄千字文。生辰宴齐了，快趁热尝尝。嬷嬷做的酥肉最好吃了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生辰菜。来，人人有份，这可是嬷嬷特意做的。东家，府衙那边来人了，说南边送来一批流放的犯人，府衙的大牢住不下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东家。以前是侯府里的夫人小姐，现在遭罪的只剩一口气了，可怜。站住！可怜啊！你回来。东家，您吩咐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侯府？听府衙来人说，这批犯人来头不小，是永宁那边侯府里的。爷们犯了事砍了头，女眷和孩子统统发配到咱们这儿了。再去打听。我要知道实情，到底是哪座侯府犯了什么罪？快去！是东家。永宁侯府，郑兰慈，圆圆，圆圆，我的圆圆怎么样了？打听清楚了，是哪座侯府？东家，打听清楚了。是永昌侯府，全完了。侯爷已经死了。侯爷死了，那世子呢？我的圆圆，她还活着吗？所有唐宋诗篇。应尚书徇私枉法，罪证确凿，拖下去！臣冤枉，臣冤枉啊！找到了。侯府私通应尚书，罪该万死，传朕旨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侯府勾结应尚书，徇私枉法，罪证确凿。侯爷世子赐自裁，府中男丁发往岭南，女眷充公发配，钦此。
臣接旨。快走！不能哭，我的元婴还活着，这就是天下最好的事。只要人活着，灾厄终能化解。都给我麻利点，动作快点！君爷，我婆母已经撑不住了，求君爷赏口热水。晦气东西，一路上病病歪歪走得忒慢，要不是上头交代了祸不及官眷，君爷我早就撒丫子溜了，跟着你们吃这许多苦楚。娘！那是元婴，我的女儿。自从宋梅安一别，我们母女已经足足13年不曾再见。当年的娇娇，现竟如此憔悴。君爷，您看这天多冷啊，喝杯酒暖暖身子吧。今天灶上有现包的饺子，牛肉大葱、羊肉冬瓜、猪肉酸菜，还有炖的稀烂的猪肘子。护士来的罗萨酒，又纯又香。这几个女眷成什么气候？君爷放心交给我们，准保一个不丢。走，喝酒去，谅这几个娘们也飞不出去。娘，你喝点粥吧，我来伺候祖母。都这会儿了，装什么母慈子孝？一个野种，摆什么孝女的款？你胡说什么？谁不知道大小姐是外头野女人生的私生女？天天摆大姐派对，学你爹通贼吗？学得全家死的死，散的散。闭嘴！没有侯爷世子，你哪来10几年的锦衣玉食？还敢在这里编排长辈和姐妹？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我是不成了。你们要团结活下去，莫要信那些风言风语，寒了亲人的心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那几个女奴惹你生气了？我绝不让你姐姐在那火坑里待太久。现府衙兵士来接管众女，待卖出才方被提走。庆幸北地无青楼，免沦落风尘。可官奴死气难赎，欲善主失信。老病的老夫人无人买，恐遭弃质丧命。嬷嬷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打通多少关系，我要想办法买下他们。东家放心，这些棉被都晒透了，夜里盖着准保暖和。姑娘，鸡汤饭蒸好了，香得很。慢慢吃，管饱。趁热吃，暖身子。多谢。天寒地冻，咱们快把棉衣送到后院，别叫姑娘们冻着。天转冷了，姑娘们受苦了。庄主吩咐给你们送点厚棉衣来。多谢。穿上暖和些，夜里寒气重，务必保重身体，往后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只几天，女眷们气色便舒展开，我的元莹到底是年轻，两颊更是明显圆润起来。养好了精神，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那场买卖。是，嬷嬷，去把府衙管事的请来。老奴这就去办。等等，备上些保礼，态度谦和些，莫要露了破绽。老奴晓得。大人辛苦。这庄子里缺几个针线出色的绣娘。刘娘子好眼光，这可是京城侯府出来的，规矩自然是极好的。只是这名单上剩下的人，这个姓陆的，瞧着又老又病，怕是干不了几天活。大人若是一并处理了，倒省得日后死在牢里晦气。哎呦，还是刘娘子通透，这老太婆确实没人要。既然您开口了，就算个天头，便宜卖给您了。既如此，便劳烦大人一并办妥文书。放心，放心，刘娘子的事，下官定办得妥妥帖帖。娘，我不走，我不去跟人做妾，娘救我儿啊！这是命啊！只愿他到了主家后收敛脾气，好好生活吧。许氏、郑氏、陆氏已被刘家庄园买下，即刻提走。劳烦军爷了。13年的分离，终于要迎来重逢。元英，我的元英，这一场迟到了13年的重逢，就快要来了。嬷嬷，你带他们去后院沐浴房清洗身体，莫要怠慢。老奴遵吩咐，定当办妥。慢些走，莫要慌。前面便是沐浴房，再走几步就到了。来人，把备好的新衣物送过来。嬷嬷，衣物都备好了。这些是庄主给你们准备的衣服，洗完澡后便换上吧。快进去吧。多谢庄主这般待我们。一会儿我们想去亲自谢谢庄主。庄主心本善，多谢的话，等你们沐浴完，老奴再带你们去见庄主。罪奴许氏代婆母女儿叩见主人救命之恩。叩见娘子。当年宋梅案，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些，只指使丫鬟来打我耳光，让我安守本分。如今侯府已散，若当初我安心做世子的外室，想必早已如马蹄下的烂泥被人践踏。可见人还是不要太安守本分才好。不必拘束。请起吧。不必拘束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眷顾之恩，从无一日忘怀。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娘亲原来与夫人是旧识吗？娘，我养的小哈巴狗生了小狗崽，你和我一起去看呀！我养的小哈巴崽，你和我一起去看呀！你是？
他是？正是。真的吗？大人们说些闲话，你听不懂，便出去玩吧。这位姐姐叫袁莹，你们姐妹一起去看小狗吧。你是蓝慈的人，你没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个孩子是蓝慈的女儿吗？老夫人，好久不见，我便是袁莹的生母，刘苏苏。那个孩子正是世子的女儿，叫刘元雪。我当年就是有了她才出走的。为什么？自然是不想让你再把元雪抢走。是你果真是天意啊！冥冥之中让你躲过灾祸，拿着蓝慈的钱，创下这好大一份家业。如今你高高在上，看着我们落魄为奴，想必心中畅快至极。真是可笑！娘不可如此偏执。当年您强行抱走元英，致使他们母女分离16年，已是极其过分。若不是您铁面无情，罔顾人伦，他怎么会冒险出走？若没有苏苏，元英这会儿指不定也跟二丫头一样，被拉去当了老头子的贱妾。我也是个人啊，骨肉分离之痛，我绝不能承受第二次，所以我才故意激怒你离开永宁。老夫人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比如今日生。我们之间，恩也好，怨也好，都算了吧。那元英呢？元英是你的孩子，上一辈扯不清的烂账，不该由孩子们承担。金娘，你把她养得这么好，我没有资格把她抢走。好一个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好一个义薄云天、自强不息的刘苏苏。刘姑娘，是我老婆子错了，我刚愎自用，目无下尘，害你母女相离16年。我为人处事不如你万分之一。停在这里不。喜娘子，我来取绣品了。来了，我在庄子不远处办了个绣庄，交由金娘管理。做事要条理分明。元雪过来。元英留在庄子里做元雪的伴读，日子回归平静，如流水般过去。最近绣庄的收益，胡人那边加急了绣品的单子，绣庄的收益也该让你们2个姑娘家好好享享福。刘府接旨，大赦天下文书到。大赦天下！金娘、元英，你们脱籍了。老夫人，金娘和元莹脱籍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夫人，老夫人。你的账清了，侯府的命也算续上了。好剑法！早就听闻刘家庄的2姑娘武艺超群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将军过奖，元雪今日来此是想投军入伍，守我边关。刘姑娘，沙场凶险，刀枪无眼，岂是女儿家该去的地方？沙场只论能不能杀敌，不论男女。我能开百荡弓，能耍30斤长刀，能骑马奔袭100里，不比营里任何一个男儿差。好，有胆气，本将军便准你入营，先任对正，带一队斥候。若是立了功，本将军照样为你向朝廷请功。谢将军，元雪定不辱使命，死守边关，绝不让敌军越雷池一步。竟被发往宁古塔任府尹。唉，世事难料啊，还望大人珍重。
在下想买一方绣屏，不知姑娘可否引荐？姑娘慢行，这雪地路滑，小心脚下。多谢公子。在下新夫人府尹，不知姑娘是这城中人士？小女随家人在此定居，承蒙公子关照。岭南传来喜讯，我的小儿子中了进士，要接我去江州，共享天伦。娘！乖孩子，不哭了。等娘在江州安置好，就接你们去玩。苏苏，我这辈子最好的事就是交了你这个朋友，我把元英交给你了。好，元英是咱们的女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让她受委屈。元英，记得娘说的话。娘，我记着。慢些动，小心身子。元莹，这是安胎养气汤，你怀着身孕，快趁热喝，别动，小心伤了孩子。元雪，今夜就要随李将军开赴前线了。莫怕，元雪武艺高强，定会平安回来。家国在前，由不得他不去，只盼他护好自己，等他凯旋。众将士，今夜整军，明日破晓开赴前线，护我家国，护我家国！誓死护国，誓死护国！将士们，随我冲！护国不退！元英，再坚持一下，孩子就快出来了，我在这儿陪着你。夫人再加把劲儿，孩子头已经出来了。元英，你别怕，我就在门外。生了，夫人生了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将军威武，大捷！将军，敌军全线溃退，边关全境稳固。整顿军务，安营扎寨。将军，京中加急家书。将军信中写的什么？姐姐顺利诞下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我有外甥了。但愿宝儿平安喜乐，孝顺爹娘。苏姨，你真好，像我娘一样。我去拿点牛奶酥糖。我最爱吃的是花生酥糖，记得小时候吃过一块，香酥至极，天下再没那么好吃的了。生下宝儿，我才知道什么是母子连心。如若孩子被抢，我一定哭瞎了。娘，你真笨，你都不照照镜子，看我生的有多像你。我娘走前把什么都告诉我。春天来了，真好。东家，二夫人从江州寄来的信。
中秋将至，我将回宁与你团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日日都在盼着，惦记着中秋团圆，惦记着你，惦记着孩子，便赶回来了。袁颖如今身子可安稳？秀庄一切顺利吗？都好，元英有人悉心照料，秀庄也井然有序。带我去看看他，许久未见，心中挂念。我陪你一同过去，他见到你必定欢喜。将军，西域商队顺利入关，边境各处安稳无事。今年护市比往年更繁荣。越是安稳，越不能松懈。传令各营加强巡查，护好商旅与百姓。将军，夫人与二夫人带孩子们回庄园，等候您中秋团圆。回府。外祖母做的土豆肉饼太好吃，当年是不是靠它开了饭庄呀？是啊，外祖母靠一把厨刀一口锅，在宁古他挣出了如今的家业。咱们女子学门手艺，凭自己双手吃饭，活得堂堂正正。娘，今年中秋定是热闹至极。是啊，一家人总算齐了。将军回来了。阿娘，我回来了。姑姑回来了，都坐吧，一家人齐了，中秋团圆。我16岁名动京城，曾为艳绝花魁。我最耀眼的时刻不在画舫外宅，而在北地风雪，凭双手立身，守护所爱，皆言红颜薄命。我偏要凌寒独开，